宫殿宗庙遗址的那个停车场离得特别远，建议大家是把车开到这个博物馆的停车场，然后在这儿坐他的电瓶车去，直接到他那个门口。买联票的可以免费乘坐这个摆渡车，要不然花2块钱一个人。这车马坑里的车就是这样的，那这车也挺大的哈。你看它这个园子里面，就这空地应该就原来就是遗址，包括那个红的木桩子，就对应的应该是地下的一些。应该把那个考古研究做完之后就回填了，应该是。这个地方是宫殿区嘛，前面那个房子就是根据这个考古发现复建了一个，就商朝那房子就这样。你看，在3000多年前建这么一个房子，还是挺气派的。这是1928年第一批发掘的，它不光是宫殿，它还有宗庙、祭祀用的一些东西。哎，你们在日本的时候去那个东大寺没？东大寺特别大，里面那雕像特别，里面黢黑的。它那个出来之后，在它对面有一个坡下去，那边就有一个发掘现场。我在那儿趴在栏杆上看了半天，小小的几个人在那里一点点在那抠着呢。这红墩子，这就是也是一个宫殿遗址，这应该就是遗址上的柱子。车辙印儿，道路的遗存，双向车辙。我觉得比外面的那个车小，你觉不觉得？那个轮子太大了，户外那个是吧？你想，它那车辙就那样，那车肯定是一样宽，是吧？你看这腿被打断了，腿骨是断的，还不是下腿骨，他妈大腿骨打断了，这得多疼！你看这车轱辘是大吧？差不多哈，大差不差吧，就这么。阴奈已经有非常高的建筑水准了。在这个基址里面，那些框起来的地方是祭祀坑，这里面会埋人、埋牛、羊、狗，统称为牺牲。由于它里面密密麻麻的有这个祭祀坑，这个建筑应该就是个祭祀用的，所以它这个遗址是宫殿和宗庙遗址嘛，不光是住的，还有这个宗教的祭祀的这个作用。这都是祭祀坑，大型宗庙祭祀场所，49座祭祀坑。就那车马也是在这一组单元里面，在祭祀坑的这个单元里面。商朝的这个用人来祭祀的时候，他会把人的头砍掉，所以你在这个祭祀坑里面是累累的白骨，但是你找不到头骨。残酷的奴隶制。商朝人用甲骨占卜完之后，他们会集中的把一些甲骨掩埋，这个坑就是掩埋甲骨的一个坑。从这里面发现的量会特别的多的甲骨。看看这些字儿里面，你们能认识几个字？我认识一个月，然后还有一个九，还有一个网。王居然是这么写的，像有个人在冲浪一样，滑滑板也成立。懂就没有什么惊喜，就是懂。这个猪我已经认识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这笔划应该怎么写。那个虎炸着它的小手，就它炸着手吧，别人都没炸着手走。马也炸着手走，狗不配拥有脚趾头。那不对，马也没有脚趾头，马是蹄子呀。这个鸡可真够复杂的。莫文蔚演唱会上，莫文蔚的那个莫有一个造型，就跟这个字有点像，但他把上面好像改了，像个小耳朵一样，像个小猫咪一样。莫文蔚的莫。有一个瑞典的一个学者在中国待了好长时间，后来回去给外国人教写中国字儿，发现外国人好难学会，他就从甲骨文开始教起。你看这有一个米粒儿，下面是火，上面是个盖子，然后外国人一下就把甲骨文学会了，然后邵丹人就把现代汉语的汉字都学会了。
还有姓水的呢，哦，水均益。姓鱼的好没有惊喜。像大作我也不能相信丁是口。这是富豪这2个字吗？左边和右边都是女。你看博物馆里不是有那个牙掌吗？它还有骨头，他那墓里把他那骨头找着了。好像富豪的墓里面没有骨头，还是怎么着？为什么会有一个复原像呢？国家地理里面好像讲了，有一个复原像，就是根据它的一些基因上的东西啊，但是它不是尸骨无存了吗？富豪墓，它首先的一点是保存完整的王室贵族墓，然后东西特别多，记载啊什么特别多，所以此墓的年代很清楚，随葬品丰富，对研究殷代的历史和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，它能证明很多事儿。这个楼梯有点陡。这个虎纹的大斧头挺有名的，这是富豪的随葬品，一员女将。这个应该不是征战用的，这应该是个礼器，要不然举不动吧。还有一个是玉的。据他们推测，商代的女性的地位还是挺男女平等的。你看这富豪，参与国家大事、打仗，还主持祭祀，这些事儿在后来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允许女性参与了嘛。他的东西特别的丰富。你说这象牙杯，你看那个白色和那个淡蓝色的那个搭配，特别漂亮。这颜色不是蒂凡尼色吗？蒂凡尼。这是个小鸟吧？一个鸟，俩鸟。你看我们一打眼看上去，它这个随葬品器物210件礼器，426件装饰品，还有个499件装饰品，这是骨头做的，这个是玉器做的。就是富豪这个人呀，生前特别喜欢玉这种东西。他自己有好多玉的收藏品，他的收藏品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好像在他的时代来算，也是1000年前的古董。真的，一打眼最多的这些东西，礼器、玉的装饰品、骨头的装饰品。这个司母戊是把上面那土都保留了，它这个是把它直接做成一个建筑了。这个芯就是那个司母戊往那边的那个小芯里面那一块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下那个果的。